其实没谈过恋爱的人跟谈过恋爱的人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每一个人其实都在亲密关系里像一个谱系一样，是一步步成长过来的。初恋是最让你成长的，它让你看到爱情的最初的样子，让你看到在镜像自我里我要的我们会是什么样的。它的成长其实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最大的一个变化。我怎么去建构一个我们的关系，这个对他们来讲都是有挑战的。我想知道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有爱这个东西？为什么一定要有爱？为什么会有婚姻呢？为什么动物没有爱情，只有人才有？为什么要先谈恋爱再结婚呢？我想搞明白这个恋爱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我觉得里面好多难题啊。希望通过这个节目告诉情况跟我一样的人，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不用因为这个觉得不自信或者自卑。希望能够通过节目开始一段美好的初恋。我应该试着敞开自己，不应该再这么封闭。外界推动吧，要是真的没有人管我，就很难去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希望自己能够变得更勇敢一点。希望可以在里面谈到恋爱，然后交到很多好朋友。平时工作很忙，所以我想把握住这次机会。哎呀，这个节目真的就很适合我。上微博热搜那天，我所有的朋友艾特我，然后快点让我去报名，然后我说好的，我去报名。尝试打开我自己，学习一下怎么恋爱，或者是观察一下我自己吧。通过这次经历，我想知道什么是爱。本节目由专注氨基酸优化，希望给宝宝全世界的好的奥优能力多奶粉独家冠名播出。我们来啦！本节目由超辣的上汽大众0度 L 赞助播出。欢迎大家收看优酷独家播出的《没谈过恋爱的我》。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聪。本节目由专注氨基酸优化，希望给宝宝全世界的好的奥优能力多奶粉独家冠名播出。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啊，真的不是所有人天生就懂得如何去谈恋爱的。所以，我们的这档节目《没谈过恋爱的我》首次关注到第一次恋爱的开启，也就是初恋的成长。今天我身边的各位小伙伴呢，也会作为我们的初恋猜心团陪伴大家一整季。所以，我们先让各位团员来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钟楚曦，很开心可以来到现场，成为这个猜心团成员。Hello， 大家好，我是王菊。我是抱着对于大家的好奇，没有同时见过这么多没谈过恋爱的人，还是挺好奇的。Hello， 大家好，我是翟潇闻。对，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好玩的事儿，然后坐在这里。对，各位老师好，大家好，我是脱口演员何广智。然后同时呢，我也是一个没有谈过恋爱的人哦，因为我平时也是在生活中比较孤单，没有遇到过同类。今天来看一看，寻找自己来了，寻找怎么生活的，寻找同类来了。我看他们都是怎么生活的。大家好，我是沈一斐。我自己的研究方向呢是关于家庭社会学、情感社会学，所以一直在大学里教书。今天来做这个猜心，可能更多的不是猜，我可能是分析，然后去理他们背后的逻辑。就特别期待我们猜心团之间的化学反应啊！其实说到我们的这档节目，因为关注的是这些从来没有谈过恋爱的年轻人。刚才我们也看到了调查报告，其实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广智，你不是一个人。我被震惊到了，原来是。他说他在生活当中好像没有遇到特别多的同类。我想先问问我们猜心团的各位成员，就是你们身边这种从来没有谈过恋爱的朋友多吗？超级多。我平时的生活中是被这一群人包围的一个状态，我身边的几个就很亲近的工作人员，对，是工作人员。我真的打电话给他们报名了。这个名额啊，你看广智，你是不是偷偷去报名了没报上？对，你说实话吧。没选上，没选上。你自己都不知道竞争有多激烈。
在我们看他们是否能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开启自己初恋故事之前，我也想先请问一下各位，你们觉得没谈过恋爱这个定义应该怎么去下？应该是双向奔赴吧，真的是我们要确定开启一段关系才算是谈恋爱。我觉得两个人单独心里默许还不算，要可以官宣，要向别人去承认的这个关系，就是觉得也算一种社会关系吧，就告诉别人你们两个人是一对了，我觉得这才叫谈恋爱。就双向奔赴，两个人都会在这个关系里面收获到幸福感才算。我也是说那个事儿，就是心里默许的都不算。你自己默许过吗？我暗恋过，但是暗恋过了，暗恋过很多。因为如果暗恋也算的话，我倒是谈过好多，暗恋过很多。哎，其实我觉得你们各位都讲得特别好，基本上把这个要素都讲出来了。第一个，首先得双向奔赴嘛，一方肯定不算。第二个，至少要有个承诺机制，官宣其实就是个承诺机制。其实大家对于什么叫开始恋爱，其实还是有比较共性的认识的。所以我们也特别期待来看一看我们这一群从来没有谈过恋爱的年轻人，是不是能够在这儿开启他们的恋爱故事。好期待呀！外形很阳光，我很帅，好帅，好帅。对啊，很帅。我叫毛人龙，今年22岁，现在是在读的一个大3学生，然后我的专业是法学。那我觉得能遇到的女孩肯定都比我优秀吧。本来女孩就比较光鲜亮眼，更会让我感觉自惭形秽呀。碰到比自己优秀的人，都会有一点点的自卑在里面吧。我不是很爱自己，因为我不知道该爱自己的哪一个点。对自己不自信的，我自己就很难去真的因为某些事情而去成长。可能我还是需要外部的压力去迫使我去想要成为一个更好的一个男生，更好的自己。对着镜头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我叫杨硕成，我的名字叫杨硕成，我叫杨硕成，25岁。我是一名，不对，我是一名我叫杨硕成，今年25岁，来自西交利物浦大学。我就比较喜欢那种很自然、很傻乎乎的，就那种，也不是傻乎乎的，就是那种，就是头脑不是很灵光那种。那日子还能过吗？不是，那他找了谁？那个女生看到这一段得多么的不高兴，就证明你觉得我不灵光。因为我就不灵活，我找个太灵活，显得我跟个白痴一样。没有了。希望你们随身背着我的过敏药，万一吃过敏的，记得把我送医院。然后我的过敏药是凯瑞坦的氯雷他定，是一定要是绿盒的那个。那我要是强行吃海鲜忍不住嘴的时候，记得把我的筷子收走。哦，也没了吧？我还好奇的点是，我跟嘉宾比起来，我是不是最小的？我是不是最高的？我是不是最胖的？我是不是看着最壮的？他其实话不少。我叫罗志阳，大学学的是服装表演专业，曾经因为我的梦想呢，做过一段时间的模特。然后呢，我现在呢是一名画室的老师。马上就要开始旅程了，我想问的是，我们每天能吃饱饭吗？其他人奇不奇怪？就是不像我，就是不奇怪。我确确实实没有遇到过喜欢或者说灵魂伴侣的人，就是有则有，无则无。他还蛮活在自己世界里的感觉。对，他不争不抢的那种。
我就是个大宅男。如果能不出门，我就不出门，我几乎就不社交。这么久的时间以来，我应该试着敞开自己。我把这个看成一场冒险，对。我们来听听各位女生刚刚的3个男生里面，你们对谁印象比较深？我觉得他们身上都有一些可爱，但是我又不那么喜欢的点。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在初恋的时候犯过很多错误，我预期我觉得很有可能在他们身上会看到。啊，就我觉得爱情需要神秘感的，你啥都唠完了，那别人咋就不想了解你了？还有这种就特别随缘的，就爱情不是只能等来的，不是都只能靠别人主动来。对，还有第一个男生对自己不自信的，觉得配不上，我以前也有过，就觉得说这个男的哪儿都好，可能我自己平时受到的肯定太少了，不觉得自己优秀。3位男性都对自己好像这种在恋爱上的优势完全没有意识到，对吧？那当他觉得我就不行的时候，他就不会主动，这样子他就会成为更多的单身。他们特别坦诚啊，特别可爱，然后很愿意把自己真实的东西表现出，特别是杨烁晨，对，都很愿意面对自我。所以你也能看到这个背后，对爱情的模式的想象。但是他们不一定在喜欢的人面前坦诚，就是在自己喜欢的人面前，对，你会不自觉的想要去有一些掩饰或者有一些表现。那我们看看他们会不会接下来就出现这一幕，好不好？哇，他们是要一个一个见面是吗？好美哦，这个岛。这里风景真棒。这种地方就很适合谈恋爱啊，就是很浪漫，氛围已经拉满了。好像相亲啊，像面试一样，怎么？同样颜色的小车，在一块儿，你看。大家好，我叫蔡瑞，是在互联网工作。因为太难遇到了，然后工作之后可能工作圈子又比较小，就感觉自己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女孩，然后可能就是我比较能够代表大部分女生。我理解中的综艺可能会选一些，比如说已经有一些粉丝，然后或者说有经纪公司，不是像我这样的，就是为生活奋斗啊，然后每天工作，对，就是打工人，对。Hello， 好。坐吧。Ice in my veins, I've been driving this train. Years in this lane, there's no stopping this flame. Cause I came to the game and I changed it to play how I like, rearranged it to my own domain. Yeah, I got what it takes, made lots of mistakes, taking shots, skipping breaks, feeling lost, feeling great, popping off, singing straight, never stop, never changed. All the squad here to play, and I've got something to say. Yeah. I work hard each and every day. 初恋脸有没有？我
我叫许文婷，今年24岁，现在是研一在读。我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谈过恋爱。我发现，因为我从小生活在一个比较有爱的家庭里面，所以就是我对另一半的那种情绪价值的要求比较高。我理想中的初恋，它可能会像一本书，随着时间去了解他，你会发现他每天都会有不一样的一面。然后我可能会比较喜欢比较干净一点、有少年气感的男生，穿着白衬衫，身上有洗衣液的清香，这种感觉也是会让我非常心动的那一种。哇哦！他们主要就是觉得我的要求太高呗。我感觉我自己就只是凭感觉，就我希望那个人和我的感觉对了，然后他们就说这种感觉是最难的，所以你的要求其实还蛮高的。Hello， 我看你叫罗志阳。我叫许文婷。你好。Hello， 那就请坐。所以先喝口水，战术喝水。Hello， 我叫曹烨，今年24岁，大学的专业是国际经济与贸易，目前正在准备考研，然后我的恋爱经验是0。长得好看啊！我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人，女孩就是该自信啊。我觉得我自己没谈过恋爱，就是因为我太优秀了，没有人配得上我。没有开玩笑，就我觉得我是有点过分追求浪漫了。比如说，我希望我跟他的第一次约会有一个很大场面的惊喜的那种，整栋楼那么大的 LED 屏挂着我的照片，然后地上摆着蜡烛、摆着玫瑰的那种，向全世界宣告我喜欢你。Hello， 你好。Hello。你好，我叫曹烨。你好，我叫姚硕晨。我很想看这对，就是特别的互补。是哦，他俩对，他俩反差很大。看谁先开口？你们看谁先开口？你在哪儿读大学？我在美国读的大学。那我大学在广州读的。先说一下你学校学的一些东西，学的什么专业？国际经贸。原来跟我专业一样，大家聊点专业相关的吗？那我就不知道了。其实我觉得国际商务专业它就是这个也不是悟性吧，就是你这个想法很重要。因为我做了一段时间那个跨境电商的实习嘛。这个时间段就这方面的就是公司啊什么的行业就不是那么的好了，因为通货膨胀嘛，然后海运价格、运费价格上涨了，所以说它成本就上涨了，然后国外的报价也没有涨。是你要口算嘛，就是你要做这种外贸相关的工作，你肯定来不及，人家外国厂商过来了。感觉他表达欲爆棚，你知道吗？我觉得你如果要是多去实习一段的话，你会喜欢上这个专业的，真挺有趣的。哎，让我想想，就是应该都可以问吧。所以你是哪里人？我是四川人。四川。对，四川的。所以那你会说四川话吗？我不怎么会，确实。所以你已经工作了，你在哪边工作？上海。对，我在上海。所以你是什么专业的呀？我是服表专业的。但是我现在在画室里面工作。是画素描还是漫画？素描，就是还偏当代艺术一些。
就是主要是我确实是没休息好，否则我不会那么尬的。是吗？那你平时是什么性格？我是很被动的人，我这就是记性非常差的一个人。就我和别人社交的话，我的能量就噔，就又懒又宅，然后爱看动漫，然后又慢热，然后又社恐，对。把自己的缺点全部说出来。就我可能是节目里面最不可控的一个人。真的吗？你这么定义自己的，那我还蛮幸运的，你上来遇到一个最特别的人，是吧？哇，这女生情商很高。就我之前一直觉得我的人生的人生观就是，你就把你的人生当游戏一样。对，我也当成是一场冒险。哎，对，一场冒险。冒险，对。达成共识。不说话，快说话呀！会觉得尴尬吗？不说话的话，现在还好，那就行。我怕不说话你尴尬了，不会，那就行。这种时候是不是应该先自我介绍？我忘记这茬。哦，太好了，太好了，终于想起来了。我先说吧，我姓毛，然后叫毛人龙，人民的人。好。然后那个龙你知道吧？生肖那个龙。知道。名字很好记吧？你有什么昵称吗？叫毛毛就行。毛毛。好。我叫蔡蕊。啊。然后我是在在新加坡上的学，我是读计算机的。哇。对。然后回国来工作了。一个新加坡，一个计算机，把我吓到了。没有。来握个手吧。我手，你好，初见。没有话题了，好可爱，聊一边握个手吧。你说是其他人聊天的时候这么尬呢，还是只有我们尬呢？待会儿等他们到了，我一定要问一下。总不能只有我一个人尴尬吧？没有水了。你要做这种外贸相关的工作，你还要去跟人家说话交流，然后还不给你这一单，你还要追着屁股跟人家去说好的，就是要讨好人家。所以你这么外向是因为对，就是因为我工作嘛，工作要求我就必须我要外向。原来是一个很内向的人，不喜欢说话，但是有的时候也很怂。你别看我现在，就是也很怂的。你看着一点都不怂啊！就是你让我去玩那种高空项目，我就很怂。你不敢？玩过山车我就害怕。我这个人特别喜欢刺激，我就是进游乐场直奔过山车的人。其实我很想去蹦极，你也不敢。可以体验一下。你跟我说，我会说不去，但是实际上还挺想去的。你可以去玩海上那种冲浪啥的。我怕水。他又怕水。我很喜欢去玩那些水上那种，骑个快艇，嘟就走了。天哪！我觉得通过这段时间相处，你会爱上外贸这个工作的。我会不停的给你安利。打咩？就是打咩是什么意思啊？打咩是啥？你上网吗？哪个国的语言 ？Low。Stop。
露你也不知道。露是什么意思？就不要。不要。你上网吗？你不上网，不冲浪。这都这么可爱。打咩你不知道也就算了，我听成答辩了，露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行，我现在满脑子就是可云的那个表情包，你知道吗？可云是什么？好的，大爷。现在我奶奶都知道可云是谁。你不知道可云？可云是谁？情深深雨蒙蒙，你知道吗？我看过。他太逗了，他怎么这么逗啊？你说你一个韩国欧巴的外形，然后有一个中国四合院大爷的内核。四合院大爷的这个总结非常的精准。我就喜欢做生意。好的，老师。要不我们好 ，OK， 可以。走。真不浪费呀，最后一口水也要喝掉。要不然你的水我也喝完，算了，浪费着吧。浪费着吧，走。走吧。本节目由专注氨基酸优化，希望给宝宝全世界的好的奥优能力多奶粉独家冠名播出。我们来啦！本节目由超辣的上汽大众零度 L 赞助播出。哦哟天哪，我们来听听各位，您刚才几个男生里面，就是杨受成还是挺不一样的一个存在，他可能是这3个男生里面话最多的，表达欲最强的。就这样的男生，你第一次见面，你会对他产生好感，还是说觉得话太多了？就是可能在自己的一个自说自话的一个状态中，我觉得也要多关注对方的一个反应。就是对方是否愿意聊下去，你要给彼此一些空间。我觉得我身为一个男生，我很能理解他。可能我从业比较久，但是你可能就没我久。我跟你讲一些东西，看你是否会爱上这个职业。而且他们第一次见面就已经开始进入到一个互怼的模式了，挺熟的了，觉得。对，我觉得就是还可以往下聊。我是觉得像罗志阳这样的，就是我跟一个人建立关系之前，我最好先把我的缺点告诉你，很真实，很坦诚。但实际上，在两性关系里，你把自己放得很低的时候，跟你匹配的那个人也就不得不显得很低了。所以他不讨巧。对，其实我觉得爱情它是需要自我暴露的，但是它自我暴露的一个 timing 很重要。它不能在一开始就自我暴露，你要先吸引对方过来呀。对，那我觉得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我们来看看后面有没有改善。本节目由专注氨基酸优化，希望给宝宝全世界的好的奥优能力多奶粉独家冠名播出。来青藤，有人疼，感谢学历身份双认证、恋爱更靠谱的青藤之恋 APP 赞助播出。哇，好美！这也太美了，这。对啊。帮你一下吧。谢谢。我先拖过去，再来帮你拖。谢谢，这个很加分。有些男孩会做的比说的多，那是可爱的。我来了，我来了。算了，你这个确实你可以松一下，冲过去。牛的。哦，我的腰。这时候腰断了也得撑住。这啥呀？你怎么选？我也不知道怎么选。我觉得3到5号挺好的。你这肯定文字多，这个太远了。3组我选3号。
200，哎，他说3、4、5很好，罗志阳选了2号房。其实罗志阳是很可能觉得3、4、5好的话，就让给了女生。先去女巫。我来。这个你就别提着了，这我这个太沉了。这没办法，这毕竟是女士，我都提不了你。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就是变形记啊，这不纯变形记。现在这还蛮舒服的，感觉他们俩刚刚好，跟环境有关系。刚才那个空间太密闭了。对，不，有些人是这样的，就是干坐着没得聊，但是手里有了活之后就好一些。哎，怎会如此啊！哇，你下面这里好好啊！哇，真的哇！就是这个灯塔真的好好看啊，对。哦，是这样子的一个小屋子。Welcome to my house。我就远远的看一下好了。没事。女生的房间还是先不要进比较好。哇，他好注意细节哦。其实也没有关系，因为没有我东西。瞄眼吧。哦，哇，这个太棒了！面朝大海。嗯。那我就先回去了。谢谢。因为我稍微缓一缓。稍微有点虚。拜。哎，妈呀，我这也太高了吧！哎，救命啊！累死了，让一个宅男走这么多路，真的是太辛苦他了。哦，毛毛跟蔡瑞2个话最少的人凑在一块儿了。你住哪？我选这场。时间拿最远。我帮你搬下去，我再去找我的吧。然后你再可以陪着我去看一下我。好呀。我来吧。哇，你这个好看。哇，上面哇，这个好。哇，真好看。这个好棒哎。哇，这样子。Hello， 哎呦，不好意思。哇，这个好棒。好，去看看我的。去看你的。走吧。6号在哪呢？可是。这里就是6号，只是说往那个方向走。对。懂了。画面好和谐啊！我觉得我6号肯定巨大。我感觉也是，毕竟远。这个有点辛苦。这房子怎么这么远？是有点远，怎么会这么远呢？我们真的走对了吗？不知道。哦，对了，到了。啊，他们是最远的6号。可以呀。还行哎。还行。啊，你这个很好哎，你这个也不错。哎，你这个很现代风格。我要回去了。去吧，拜拜。拜拜。啊？你让人家陪你到这儿？对啊，他也不说再给人送回去。也是没想到吧？这个，哎，你给把那个，曹燕，你把那个箱子给拿起来，你不能拖，要不然那个轮子就坏掉了。啊，好吧。不是这样，哎，给我吧。怎么拖？给我，我来拖。你往前走吧，走吧。天哪！就是它这个，要不然轮子就坏掉了。我上一个箱子就是这么坏的。
杨若晨是青藤之恋 APP 推荐的名校高材生。这个青藤之恋 APP 推荐的小哥质量可真不错。青藤之恋呢是一个优质青年交友平台，学历身份双认证，恋爱更靠谱。大家赶紧下载邂逅那个他吧。辛苦了，辛苦了。哇哦！我住5号吧。你都不问问我选哪个吗？你想住哪个？我要5。行，你要5，我要1，走。行。我天哪，这也太好看了！哇，太好看了！喂，姐妹，我人没了，我住这地儿太好看了，我给你看一眼，就是它是海景房，你知道吧？就我现在是住在一个玻璃里，这个厕所也真绝了，真的绝了。哎呀，这不就是厕所吗？就是厕所呀，就很好看。因为我们刚刚是先1对1聊了一下。男孩怎么样？挺帅的，说实话，挺帅的，就长得很韩国欧巴。那行啊，就他了。但我还没有见到其他人呢，就只看到了他。目前聊得怎么样？就挺好的，他是我见过话最多的男生。的确是。什么啊？吃的。哎呦。哎，你看女生都会第一时间跟闺蜜去分享。累了，睡了，准备。为什么话就会传染？好可爱。我发现女生就选择了比较中间的居住在一起的3、4、5，男生就各自就远的那个啊。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玩的，因为我们恋综，我们本来的目的是让大家都在一起，所以我们可能是想尽一些方法创造他们在一起的状态。可是这个节目它很有意思，它还原了他们的原生态。所以他们就完全呈现了他们自己很自在的常规的状态。我就看到，哎，有人就开始看动漫了，一个人的时候就很嗨，有的人就觉得真的马上就要睡了，然后有的就会跟朋友们去分享。所以你可以看到了一个非常原生态的，而这可能也是我们这个节目的一个特色。先做自己，对，慢慢来，慢慢来。这个时刻才算是6个人正式的入住到牡丹村里面了，而且他们6个人应该马上要开启他们真正的6个人的见面了，咱们赶紧看一下。哇，这个好看哎！现在请前往海边的小木屋客厅，与其他村民们见面吧。小木屋客厅，见面了吗？这就。像个孩子。要把手机留在这里，把这个先出来。
许文婷这个初亮相的衣服也是那种有一点点学院风，然后知性一点点的哈。帅，好潇洒。Hello，哎，你第一个到的吗？对啊。那哎，挺好看的，挺好看的。他紧张了，他紧张了。我也觉得他紧张了。你可以看一下这个书架，上面有非常多很有意思的书。笑得好开心啊！他笑得好开心啊！见那谁，我觉得他跟见那谁的状态不太一样。我怎么感觉这个女生有点心动了的感觉？我觉得她有点，我毛毛有一点心动，她就是完全控制不了自己的表情。可以，如何征服英俊少男？没错，就是这本。你很虚，看的。我两个人跟第一次状态都不太一样。哎。你住几号呢？我住3号呀，你住几号？你就是那个天选之子哈。选的最远的那个。太强了。你感觉你那个房子怎么样？我那边就都也差不多，但是要爬山。你要爬山？你的到底在哪里啊？在这个山上面。可以看看吗？你可以指一下。哎，这个有，你感觉得到那种微妙的。有的。啊！我要从这个地方爬山爬上去。哦，哎，
那个是我的，就是那个圆球球，圆球球。放的好大。哇，这真的好好看啊！真的很好看。你家是哪儿的？你觉得？南方。不是。妥妥的北方。北方。很北吗？中北吧。中北。嗯。山东。再往上来一点点就对了。再往上。辽宁。天津。天津。也没有那么北哈。没那么北，挺好。所以你是？我广东的。哦，真的吗？是。那你是不是来过这边呢？没有，我也是第一次来福建。哦。哇，真的好像一段电影对话。我们那边的海就是那种商业的海滩，就不会像这样没有什么人，然后有很宽阔的视野。对，我刚才我就在想，这真的好适合一个人疗伤。有点故事哈。坐会儿吧。你是学什么专业？法学。怎么看起来不像？不是，因为我也是学法的。真的吗？啊，你也学法？真的，真的，真的。很巧，猜得太巧了。学法，中国政法。不配。啊，这个。没事，我也。天哪，很巧。他们俩凑在一起，这个节目变成了一个普法节目。但是我学的法比较偏门，你猜一下？人权法？不是，没那么小，没那么细。经济法？你没学过经济法吗？我是。再猜一次。网络法。很接近了。哎，真的吗？信息安全。又远了。哎，这个安全挺准的。我可能真没学过。是什么呀？反恐怖主义，反恐怖主义。反恐怖主义法。就是国家安全法一些东西。哇，酷哎！那你猜我学什么法？民商。哎，接近。细一点，商法。No。国际商法，国际商法。对，国际经济法。可以。哇，国经好难呀。确实很难。那你现在大三？大四？我研一。哇！所以你是？我大三。你大三？救命！研一哦！救命！好厉害啊！太厉害了！我看到一个好东西。什么东西啊？魔鬼聊天术。来，快，看看他能教我们什么。来啊！从搭讪到交往，教你找到理想中的爱人。来，让我拿一本这个。这个也有，这个我记得它里面也有教搭讪术。啊，我看到了一个比较符合现在的，初级破冰，避免无话可说的尴尬。来，2本44。他们有在直面他们现在的一个目的，而且你有没有发现，毛毛刚才他没有想要破冰，
但是现在他想要破冰。你好。啊，有人来了，有人来了。哎 ，Hello。哎呀，哎，这是刚才，哎呀，哦，看一下。Hello。 Hello， 你看你已经是第3个到的。我和他一起过来的。Hello， 你好。看他会怎么聊。我毛哥怎么办？这时候怎么办？你叫什么？我叫许文婷，你叫什么名字？我叫蔡瑞。蔡瑞啊，对，是。今天天气不错。如果是书里写这个话，我就不买了。是的，不买了，不买了。感觉蔡瑞进来了，反而尴尬了，他不自如了。哦，来了个女生。又是女生吗？好像是。是吗？陶冶来了。对，就是她是解救是女王那种感觉，开心，漂亮姐姐。Hello。啊，你们好早。这是给我留的 C 位。你好。Hello。我叫曹烨，火华烨，你们可以随便叫我什么都行。曹烨。每次多加一个人进来，气氛就冷一点。继续在撩头发，大家都在撩头发，撩头发。气氛有些尴尬。是不是很不习惯这种？就现在这个气氛十分的需要一个主持人的。哎，他要是主持人，是吗？你是主持人？我非常，主持人。就是你在学校也主持吗？对。我也是。这么巧吗？太巧了，对。他们俩的共同点又多了一个。你们是什么专业？播音主持吗？不是，因为我们俩穿西装。我们俩学法的。我们俩都是学法的。哦，磕到了。别。他就很开心。蔡瑞就有点失落。对，曹瑞心想刚刚在我面前没笑过。哦，来了。哦 ，homie， 我的 homie。哦，来了，终于有男的来了。画家是画家是吧？风衣。哦，大帅哥。好文雅呀，好书生气啊。好兄弟来了。还没见面呢，就好兄弟了。我一个人要不行了。我 ，Hello，homie， 我的 homie。哦，我是最后一位吗？还有一位。还有一位。好了，大家好，我叫罗志阳，我不做 C 位了吧，我坐这儿吧。罗什么？罗志阳。罗志阳。Hello。好尬呀！
看男生来了还是尬。杨烁晨进来应该会好。刚刚没进门的时候不是还说好兄弟？怎么一进门继续这个尴尬的气氛？我的好兄弟有点高冷，有点紧张。我比较慢热，然后今天没休息好，然后状态有点奇怪。对。战术喝水。对，战术。我再看看1期他能喝多少杯水。最后一个男生呢，他会不会？他话痨。那就好。他话巨多。等他来。稳坐 C 位，稳坐 C 位。还在打扮。你赶紧上课去吧，哥，你别。哦，他走错地方了。啊，这个小迷糊。他以为他第一个来的呢。这里是小木屋吗？我看一看。对，才发现。哦，不对，小木屋，错了。来了。曹烨是期待的。行，刚刚是小班授课，现在开始人比较多了。大班授课，公开课了。现在公开课了。这里，哎呀，不对。啊？你去哪儿啊？找不到。怎么没找到门？走了。走了。啊，去讲这才。啊，在这儿，你去，在这儿啊哦。Hello， 哎呦，Hello，不好意思，我这比较晕，转向了，走错了地方了。我坐在最中间，给你准备的。好的，谢谢。哇，这回是6个村民正式见面了，就毛毛感觉状态完全不一样了。对，就是最先到的那2个人，毛毛和文婷，而且2个人找到了一个非常有共性的一个话题。2个人我觉得在一开始接触的初期，一定是先找共同点的，共同点越多，我觉得好感越容易累积。广志，你会对生活当中发现这个异性有跟你很契合的地方，或者有很多巧合发生的时候，会增加对他的好感吗？比如说A 突然跟你聊脱口秀。我当然是比较喜欢看脱口秀的女生了。不是讲脱口秀的呢？那就算了，那就没有必要了。那就看就可以，看我讲就可以了。家里只能有1个人会讲，俩人就没有必要了。赶紧看完，让他们赶紧熟络起来吧，我都着急了。全员聚齐，彼此熟悉之后，请将扭蛋机放到茶几中间，扭动机器按照第一颗扭蛋里的信息进行操作。那就是这个喽。对啊。从来没有过一见钟情的经历，请问他是谁？哦，集体破冰的这种小游戏。我猜他。他真的是他。我觉得是他。我觉得。我得分享一下是吗？因为我是不太相信一见钟情的，因为一见钟情，所谓的一见钟情，我觉得就是看外在啊，不是吗？大家为什么会认定有一见钟情这件事？我觉得是因为
他们两个人看到外在之后，他们接触下来，他们发现彼此是合适的，所以才有了所谓的一见钟情。所以你完全没有说一眼就喜欢上谁的脸？对，是的。我觉得你也是，我觉得可能，我也感觉。为什么？因为你看着很理智。因为我穿了西装。成功人士。打扰了。好像确实也没有。就是我感觉好像，我不排斥一见钟情，我可以说我就是觉得很浪漫。从始至终，Cherry一句话都没有说过。但是可能，从小到大都没有这样的机会。对。还没有别人了吗？我可能也是。对，就是没有过一见钟情。理智派系的我们，可能要接触一段时间才会有感情。是，有道理。同意，加一。我也加一。我喜欢的几乎所有的人都是一见钟情。我觉得得亏这些人都不是一见钟情的，不然选不了了，怎么谈啊？我刚刚第一次见，我没有觉得他们有产生火花。如果这些人全是那种靠感觉要一见钟情似的，那很有可能他们在这个牡丹村里面就不可能有初恋了。那个谁和那个谁，毛毛跟那个文婷，也对，但文婷说的是她没有过，但是她相信。但是完了，刚刚毛茸龙又不接话，他要是自己也表达一些一见钟情，说不定这个就会升温了，但也没有。但实际上我觉得很有意思，他们说那个，因为罗志阳说一见钟情都是看外在嘛。其实你会发现，我们爱情的一开始，它就是个感性的存在。对呀，就是你会觉得哇，这个人我很想靠近他。对，那很多人把外在看成是说好看我才会一见钟情，我们在研究里发现不是这样的。比如说，你可能喜欢那个人，他不见得漂亮，但他的眼间距就决定了你下次看到有同样眼间距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喜欢他。这是一个研究。眼睛跟眼睛的距离，同性之间也会吗？我们俩突然一见面都特有眼缘。对。拿尺子量一量。现在突然想把前男友的历任照片拿出来对一下眼间距，是不是都很差不多？学到了，学到。坚持创作网络小说11年，猜猜他是谁？这么厉害吗？为什么你们？因为你是做 IT 的嘛，然后网络小说嘛。我不是做 IT 的啊，我是产品。产品。主要是看着就很像喜欢写点东西的那种，是有加更的那种吗？就已经投在网站上。有啊，叫什么？不行，这样会掉马甲的。私下告诉我，我去看一看。掉马甲。私下和你说。对。他写的是啥呢？就是什么类型的都有。对。你会写剧本吗？我其实挺想写剧本的。以后要想写，我们交流交流。可以啊。我原来是开剧本杀店，然后自己写自创剧本。你说剧本杀那种？哇，剧本杀店老板。好，下一位。他小时候太爱有偶像剧。他爱看。他爱看。他小时候太爱看偶像剧，长大后特意去咖啡店打工，满足对爱情的浪漫想象。曹烨，对。咖啡店打工。猜不出来，看的是《咖啡王子1号店》吗？是文婷吗？是我。浪漫。我就觉得小的时候看那种，就是偶像剧里面的女主，对，就是在就是在比如说奶茶店啊、咖啡店打工，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这是一项很好的职业，就是我会比较向往，
就包括体验各种各样不同的职业。那你有在这样的体验中遇到？没有，我不是为了遇到谁，就是单纯的职业体验。对对对。哇，那白去了。好，那下一个。看一看。别戳我自个儿就行。他是深度宅，可连续宅家2个月。就是他自己。是你本人。谁？但我一般就最多也就是1个月，2个月不行，2个月真的是费家里了。还很骄傲，他1个月还很骄傲呢。我脑袋上都长蘑菇了。完了，我就是那2个月的人。天哪！哇，那你在家里有创作？那你们在家干嘛？因为每个人的获取能量的方式不一样嘛，大家有可能比较外向的人会喜欢社交，那获取能量。我的摄取能量的方式是宅在家里面，就可能看动漫啊，玩一下线上的剧本那个狼人杀剧本杀。如果我没有工作的话，我可完全就是不出门的那种类型。志趣相同，就是看番。找到队友了。都是老2次元。看番是什么呀？就是看一些动漫。哦。他的表情过于真实。最近在看啥番？我最近在看，我昨天还在看JoJo。对，我石之海。对，可以。我昨天还在看。好兄弟。我完全不知道。不知道。我也完全不知道。最后一个。啊，好短啊。有过心动，但从来没有表白过。男生。我猜他。该是你了。心动过，大家都应该心动过吧，是吧？可能在某时某刻，你和一个人正在就聊天的时候，可能就在那一个瞬间心动了，但是可能又会迫使很多原因，就真的没有在一起。心动是吧？少年青春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对吧？对的。对。心动真的是一件很甜蜜的、很美好的事情。那倒是动呀，那倒是，光嘴说是吧？就。你心动你会表达呀？会。你会主动表达的。会。你会告诉想尽一切办法、一切渠道让他知道。对。但他们应该都是那种不表达的。就如果我发现我喜欢你，你喜欢他，我就绝对不让你看出来我喜欢你了。对他们一定是这种人，是吧？对。但刚刚其实他们聊到很多话题，比如说讲心动的，就是毛毛讲，我们每个人肯定都心动过，但是可能有绝大多数一直没有谈恋爱的人，就是在心动的时候，我因为各种原因不会去表白。对，他们应该是不会主动去捅破那层窗户纸的人。所以是不是有的时候会有这种情况？就刚刚大家谈的，就是说实际上是很多没有走进爱情人，往往是把爱情看得比较重。有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进到爱情，反倒我们可能没有那么的沉重。谈个恋爱嘛，谈着再说咯，反倒比较容易进去。所以有的时候经常我就说，是不是就比如说一直不进到爱情，是对爱情没有想法，或者其实恰恰相反，他可能是更看重。我是看得特别重，我就是我要跟那个人结婚。你不会跟人表白的时候就是这么说的吧？我要跟你结婚。当然了。不是我肯定会告诉他这个意思。我不光要跟你谈恋爱，我是要奔着结婚去的呀。那你有过暗恋的人吗？你如果有暗恋的人的话，你会迈那一步吗？我就曾经会有过暗恋，但是我不会喜欢完全没有可能的人。我就只喜欢那些不喜欢我的人。我会想办法让对方跟我讲话。这叫高手，这就是高手。学到了没？学到了没？广志，你现学现用一下。现在今天你和楚曦，比如说第一次见面了。你对他非常有好感，你感受到他好像对你也有一点点好感，
加微信，我要先加微信。然后呢，你怎么开启下一个话题，让你们俩有更多的可聊？如果是我的话，我会约他出来吃饭。我觉得你应该先让我去邀请我去看你的脱口秀，我也想说这个，这是你最大魅力点的地方。先吃饭，然后吃完饭再去看脱口秀。先看脱口秀，看完脱口秀再顺便吃个宵夜。哦，原来是这样，是吗？我犯了一个顺序的错误。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我们接着看，接着看。他们是恋爱实习生，认真要求自己，只想给未来的他全世界的好。他们的这份执着，正如奥优能力多的不懈坚持，专注氨基酸优化，营养全面均衡，自然值得信赖。和奥优能力多一起，为成长中的宝宝加油。奥优能力多，希望给宝宝全世界的好。然后咱们是要吃饭了吗？祝大家好好享受这次生活，好吧？好，喝。今天下午去了一个就是蝴蝶展览馆的那种咖啡嘛。其实我很好奇那些蝴蝶都是哪里来的。就是你并不好奇来的女孩，你只好奇那一墙的蝴蝶。没有。他俩已经会拌嘴了。你困吗？真有点困。精神起来。咱们来玩点什么吧。可以啊。大家一起逛3园。什么园？法律园。什么园？法律园。什么园啊？这是法律园。走个秀，走个秀。哇哦！哦，那个眼神看到了。好厉害呀！夏天的风，我永远记得。你曾带走的爱，在告别前用微笑全归还。我挺喜欢他，为什么？这个点我都没看见。你看他那个眼神。下线了吗？今天？下线了。那走吧。你不是纠结买什么奶粉吗？试试奥优能力多，专注氨基酸优化技术，营养多，吸收快，很多专家都推荐，赶紧买给宝宝试试。走吧，咱们是要去哪儿啊？回房间吧。明天见。明天见，拜拜，拜拜。这真的是。口饭到了。他是真的很社恐，他觉得社交是消耗自己能量。他刚才讲了，他获取能量就是内在的，他不需要从外部获取能量。先让我再躺一下。聊聊这。他们在讨论这几个男嘉宾呢。就是大家真的第一天会有心动的人吗？我好像但是有一个偏向，就是对。哦。蔡瑞有，就是我可能比较喜欢跟这个男生相处中，真的他会有一些细节会打动我。就比如 Jess 很努力的在融入咱们。对，确实他真的好努力，我宕机了。对。啊，累死了。但我觉得这3个男生都不是很主动的那种性格。我感觉我们可能都不是那种最主动的。对。一开始还问就是真的可以吗？让我们大家都没有谈过恋爱，肯定就是因为太被动了。不过其实我算是比较主动，只是我就是很难碰到说自己很喜欢的，就基本上可能2、3年才能碰到一个，或者说可能时间更久这样。那你之前碰到让你心动的，你会主动吗？就我是属于比较直接的，就我会很直接和他说我喜欢你。
对，就是我会很直接和他说。这很不像我以为的他。对我其实对，就是就我性格其实是一个比较直球的那种。哎，那你也是因为就是不太容易喜欢上其他人吗？对，我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忍不住去找他，就也挺主动的，就会主动联络他，但是我不会主动的，就是跟他说我喜欢你。对，你会约他出来？对，就没有是一些很糟糕的理由，就比如说最近雅思怎么备考，就他绝对不会知道我喜欢他。但你这也太糟糕了。人间清醒，他老说实话。但也不应该说会一直没有谈，感觉你应该就是很受欢迎的那种。之前我就完全没有想过谈恋爱这件事情，我就一直想着说我要变成更好的人，然后我再谈恋爱。他应该家教蛮严的，他应该是的，就是父母从小是教育就是乖乖女，要读书，不要想别的，不要谈恋爱。我就不会有这种想法，不会有。我觉得任何时候的我都是很好的，很自信。就是而且没有谁是需要我变得更好才配得上的。那你是就很被动吗？的那种类型？我属于纯被动的。纯被动。对。就很追你。对，就是一定要，真的是要仪式感很足，我才能，对。哎，那如果这个人你特别喜欢，但是他就是不是那种仪式感的，怎么办？那就算了。就一定要仪式？那如果说他你没有很喜欢他，但他仪式感很足，那也不行，那也不行。就是怪不得，真的是我在想你怎么能单身的，大家都是有真的是有原因的。哎，但最自信的这个反而是不会主动的，两个看起来内向的女孩反而是直球选手。对，自信的女孩应该就觉得，她幻想中的爱情一定得是别人主动来找我，要不然就不行。但刚刚文婷有讲到，就是她不会自己直接主动说我喜欢你，但是她会制造一些话题或者是场景，让别人去推进。只不过她制造的话题很烂。你曾经在青涩的时候，你有制造过很烂的这种话题吗？我可能现在就是会直接约她出来吃饭这种。我上学那会儿，我会借她的什么学习资料啊，借东西。对，上学的时候都借东西，因为一借一还。哎，有借就有还，但我不是借那种特别自然的东西，我一定要借那个东西是让他知道那个东西不需要借，就是我会故意制造一种那种错意，就让他知道我不是要借这个东西，我是喜欢你。我刚刚一直在想，我其实有个很刻意的事，现在想想，当时会有一个大课间操，按理说你们班跑完了就走了，但我不会。我站在那里和我的朋友假装喝水聊天，也是喝水的时候，我从他面前走过去，就什么也不说，就让你看我一眼，我就够了。制造相遇，制造彼此多一点在同场的这个机会，这个就是青涩的时候才会有的情感。对，其实男生暴露出一些刻意还蛮有魅力的。其实你看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选择单身，楚曦你觉得为什么？我觉得可能大家都会渴望在爱情中拥有全世界的美好，所以他在选择伴侣的时候会比较的慎重吧。所以就是代表着我们有更高的追求，不愿意将就。对，就像是爸妈给宝宝选择奶粉一样，都必须是反复比较、精挑细选的，只为给宝宝全世界的好。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爸爸妈妈们选择了奥优能力多奶粉，专注氨基酸优化，帮助宝宝更好的吸收。哎，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可以先拥有爱情，再把奥优能力多奶粉安排上。可以。本节目由专注氨基酸优化，希望给宝宝全世界的好的奥优能力多奶粉独家冠名播出。我们来啦！本节目由超辣的上汽大众0度 L 赞助播出。好，那走吧，明天见。明天见，拜拜，拜拜，晚安，晚安。够了。
每晚的此刻，将是你们心意表达的时间。初次见面，谁让你有一丝丝心动呢？请把他的名字写下来，放进风铃，然后再把风铃挂到门前吧。这个秘密只有风知道哦。如果还没有心动，那就让风铃暂时待在原地吧。春天和爱情总会来的，不是吗？谁写的？这是非主流，伤痛文学。要挂风铃了，他们如果有心动的人，就挂一个风铃在自己的屋子的前面，所以你不会知道他对谁心动，但你知道他今天对人心动了。哇，好好玩哦！但是也可以不挂是吗？可以不挂。今天我对这3个人都没心动，我就不挂。对，不一定会第一天就挂。对，只有风知道和我们知道吧。罗志阳从床上爬下来，在认真思考。哎，他们的第一次见面和相处已经完成了。既然我们叫猜心团，接下来的这个环节我们就需要各位一起来完成。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正式进入第一次的猜心时刻，同时也是我们的奥优能力多守护时刻。那首先呢，我们每位猜心团的成员现在面前都已经随机给大家摆放了一个我们的人物盲盒了。那需要各位预测抽中对应的人物心意表达的结果。为了帮助大家，我们还给各位准备了一个奥优能力多的心意罐，也就是说，待会儿大家打开盲盒看到你的这个人物，如果你需要一些线索的提示的话，可以打开我们的这个罐子去找线索，做最后的预测。这个一定要用起来。哎，既然有，我们就用起来。对啊，那我们打开自己眼前的盲盒吧。哦，毛毛的，我是硕成诶，我是蔡瑞，文婷，曹烨老师。啊，我们这边3个正好是男生呢。哎，对，我们这边3个是女生。广智第一个，切在这上面是吗？对。好了。何广智第一次猜心的成果是认为毛毛和文婷彼此心动，他俩肯定是有心动的。他们的那次见面就是窗边的那个太明显了。我觉得曹烨老师一定没有。我觉得曹烨得是那种，别人先挂了他才会挂，就一定得有人先释放出来一个信号，说我对你有意思，然后他才会挂的。他一定第一天他一定不会挂，他那么自信。那你就把它单独的贴在。单独贴是吧？对。好。好孤单呀。我拿到的是蔡瑞，他说他有偏向，那就是毛毛。毛毛被2个人选了。我选完了，楚曦。我看一下吧。楚曦需要奥优能力多给的提示。来看一下啊。哎，啥呀？美，我觉得是有的。美，这个美是啥意思？是想的美还是？导演组说你们想的美，还想猜？想的美，文婷，也有可能是曹烨。我觉得他跟曹烨聊得很好的。
也可能是我们想多了。我觉得我猜他们俩都是一个双向箭头，这还用猜吗？那沈老的也很难。我觉得他不会就不会去挂风铃，因为整个这个过程中，我完全没有感觉到他对任何一个人表现出很明显的好感。我觉得他是单的，我自己觉得他不会选，所以我就直接把它贴上去。好，我们先看看吧，看看我们猜心团的第一次预测正确率如何。来，看看哇，期待预测。6号是毛毛。徐。就是写的时候都感觉带着而且很郑重，就是觉得他很郑重。法律依据是当时的国家经贸委和工商总局等等出台了一个东西。罗志阳，what？ 五，猜对了。曹烨老师，我觉得杨烁成应该选的是曹烨，但曹烨应该不会选择人，我觉得。许吧，曹吧，曹得先写横。哦，曹啊，哦，真的。好，他字儿写错了，不应该这么写。哇，曹烨老师，你可是个自信的女人。他一定是无，他一定写无。
她是一个非常自信的女人，我对她的判断，她一定不会写，她就算有也不会写。他没写啊，没有。怎么样？哎呀，太厉害了！厉害厉害！毛人龙，毛人龙。好，毛，我看到毛了。哇！哇！方向奔赴了。奔赴了，奔赴了，真好，太好了。儿子看自己的风铃。哇！哪一个心意的表达是各位最意外的？其实除了毛毛和许文婷，其他还都挺意外的。蔡瑞和罗志阳完全是没有想到的，就是他也没有表现出来说我可能愿意跟你多说两句话这样的。嗯，杨烁、陈犬、曹烨我也有一点意外，因为他们太像朋友了。对，我是觉得他们相处的太不朦胧了，感觉。对对对，他又是没有谈过恋爱的，他不会话这么多。但我觉得一个人紧张，就是话多和话少都是紧张的表现。就是如果讲到刚刚好很理性，那个是一个很正常状态。但如果你突然控制不住自己说话，或者不说话，都是紧张的表现。所以我觉得他那一刻是紧张的，就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喜欢，因为我们看不出来。所以我们猜心团的第一次预测是几个人准了？咱们俩磕得这么好，只有咱俩错了吗？你俩太沉浸了。我们俩这么投入，没在我们的这个赖我们盲盒没抽好，是吧？我们主要是输在了盲盒上。毕竟是刚刚大家聚在一起，一开始只是那个心动，不是好感，确定只是好感，后面一定会有一些不同的变化嘛啊。对，还不够深入了解，只是第一印象，我们知道大家的初印象是怎样的。哦，所以说他们有可能会变是吗？当然了，当然了，这就好看了。是的。要不要先去喝茶？喝茶。哇，飒女。皮衣。亲人，这姐姐能帮我拍一张？哎，好。天哪！你仨有啥好拍的呢？我就想。不好。我先过，我扶着你。谢谢。硕琛对他这么主动，我们学会了。技不如人，这就是这么技不如人。他们比我们纠结多了。最自信的姑娘怎么这么纠结啊？欢迎大家收看优酷独家播出的《没谈过恋爱的我》。要特别欢迎的是我身边的初恋猜心团的各位成员，再次的欢迎大家。同学们，对自己上一次的表现还满意吗？
除了咱俩，他们应该挺满意的。我看他们谈恋爱，就像我妈小时候在我旁边辅导我的数学听算题，就那个磁带一放，听算一条龙什么什么，然后我妈在边上，不知道吗？这个加几不知道吗？然后我妈说你怎么这么笨，这么简单的题都不会。我现在就是心态，我不知道大家都在等什么东西。你倒是把这个门推开呀！对呀，急死了。我上一期的感受跟菊姐正好相反，我是觉得他们进展太快了，倒也没有太快了。因为你要想，他们就是没有谈过恋爱嘛，就跟我一样，我们就是为什么没有谈过恋爱？我们可能就是在面对感情的时候不敢迈出那一步，就是这样的呀。要是如果很快的话，他们也不至于没有谈过恋爱。楚曦其实第1期就磕到了，但是在预测的环节，我们差了一点点运气。对，因为我光顾着磕那一对。哎，其实我自己是觉得，虽然我们在旁观者看毛毛和那个许文婷好像已经是意思表达得很明显，但是其实他们并没有特别好的场景让他们1对1的在一起。对，所以他们能够在第1天直接去表达自己的情感，其实在我看来这是对他们来讲很勇敢。就所以我没有想到他们第1天就可以写名字挂名了。对，我就已经很勇敢了。你想想看哦，都是那种比较慢热的，又都是那种不是很清晰的去表达自己喜欢的，那后面肯定有很多的这种误解啊问题产生，所以我其实还挺为后面担心的。所以我们6位牡丹村的村民马上就要出发了，大家在这一期呢也要去寻找另外半颗心的故事。我们来看一看他们出发之后的表现。走。下次穿的很有设计感。这个风绝了，绝了呀！绝了，发型都没了。我这大脑门，每一个人都是大背头了，你们3个。我这大脑门，发际线。要不要先去喝茶？喝茶，喝茶。好，那你带路，想喝哪家？走吧，什么娘？什么？对，半天娘。你是老板娘吗？当你知道谁给谁挂了风铃之后，再看起来就不一样了。对。哇，还挺有感觉的。我就很喜欢这种老的地方，烟火气的地方。他们好明显的分成2波，隔了一座山，他们之间。这家店我之前做过攻略，这家店很好看，这好酷哦！哦，这家店也很有名啊。拍个照。等一下，我拍个照。他本来想跟上，2男生在后面，他又回去了。不用管我，我腿长，追得上。走，走，走。一切远远被落在我。这么远啊！哦，那个吧，那半天娘，那个白白的。来。哦。我们来吃那个海狮花。咱们找地儿坐吧。外面没。行。天哪！天哪！不是吧？6个人一排坐这儿吗？好，坐边边上，往前。还要再往里一个。这是昨天的座位是吧？哎呦，虽然每次都分开，但是杨烁晨跟曹烨永远是挨着的。就很奇怪，6个人一起出来，然后坐一排也不交流。
可咱们坐一排了，怎么吃啊？来，大家发下筷子，然后呢，我来端着，大家来夹。还有个酱的。哦，酱。得上它，对。哎呀，哎呦，哎呦。要不然你淋吧，我手抖。还是你聪明，我没想到。他俩真的很自然，对，感觉像相处了很久。来，请。嗷嗷待哺。爱吃吗？我不敢吃，因为它是海鲜馅的，我怕。你海鲜过敏啊？哦，我海鲜就盲盒式的过敏。我觉得挺好吃的。来，请。嗷嗷待哺，嗷嗷待哺。谢谢。这个垃圾，那个哎呀，垃圾那个给我丢了。挺细心哦，他很习惯照顾大家，做事服务型的。这个还有哦。你都吃了它吧，灌上肺的都吃了吧。你不是爱吃？他认为吃喜欢的人的剩饭是一件幸福的事情。这位男生是谁呢？因为我家就是主张勤俭节约、光盘行动，所以我觉得吃别人的剩饭还是蛮幸福的。哇！然后我们可以合个影啊。好呀，好呀。你们两个往这边坐过来吧。坐近一点。自己找位置啊，1、2、3。还不错，帅的，好看的，好看的。还是无拘无束的旅游。就是啊，我好多年没有旅游了。味道。哇，好像大学的时候的那种假期，跟朋友组团出去旅游。杨烁晨他其实是在上一期扭蛋的时候，他有讲到说，他觉得吃喜欢的人的剩饭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儿，大家能理解吗？我觉得很幸福呀，你觉得很幸福？对啊，我觉得很幸福，我只是没有这个机会啊。而且我觉得吃喜欢的人剩的饭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食物了，那肯定的呀。你吃过吗？没有吃过呀。你怎么知道这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食物？不，这个很难理解吗？这很好理解。我理解不了，很难理解。那是个边界的问题，对吧？这是件特别亲密的我们的关系，也就是我是不排斥你的，所以广志很渴望能去吃别人的剩饭。你很渴望吗？渴望倒也没有了，老师，我是因为不渴望，可以接受，可以接受。哎，来了，是一个神秘任务。午饭后，请3位女生乘坐车辆前往光明顶寻找半颗星的全貌打卡地，并完成拍照。这就是左耳拍摄地吗？是吗？是吗？是，左耳跟你的婚礼都是在这儿拍。为什么男生不来拍这个？他们可能下海了。我们还有秘密任务，前往南屿，登上绿色灯塔，还要拍照。男生的这个秘密任务真复杂，我也觉得。哇，新嘉宾，皮衣，哇，飒女哎，感觉是。Hello， 你好，我叫何雨欣，今年22岁，音乐教育工作者。在我的认知范围内，并没有觉得牡丹是一个贬义的词性，因为我是个很慢热的人，我比较喜欢宅在家里，没有渠道去认识可能适合我做伴侣的男生。喜欢一个人的时候，我会刻意疏远他，
如果现在的话，我看到一个人，我特别的心动，我应该会去尝试一下。没跟你 hello 吗？哦，我跟你，我的天，你认识吗？懵了。我以为是跟我 hello 呢，就是跟我 hello 呢吧？啊，是我们的人啊。是啊。好。这是新人吧？是吗？新人，咱就别在意这个了，好不行？是新人，不是认识的。Hello， 你们上来吧。新人，你好，你好，你好 ，Hello。我有点喜欢罗志阳了，管你来的是谁，我反正就在后头待着。我拍个照，咱仨在这站着背着拍一张吧。我要在最左边。可以啊，可以啊。谁去拍呢？这姐姐能帮我们拍一张？好，要我帮你们拍是吗？然后呢，咱们换着拍，嗯。好，没事。好。One piece。干嘛？还在我？就你仨有啥好拍的呢？我就想说。我觉得弹幕上是不是会飘过一句话：“男人总是有颗少年的心啊。”对，就像孩子。我可以理解，因为大家都是看这个长大的嘛，尤其还在海边，因为每个男生都想当海贼王。我不能理解。我觉得哥几个谈恋爱来了，就别把动漫忘掉吧，行不行？动漫很重要哎，你不想征服大海吗？不想。那3个男生，另外两个男生要摆那个姿势，你会拒绝？你说我不要摆，我要跟女生拍照吗？打不过就加入吧。我会觉得尽量的多跟女生接触一会儿吧，就是我们可以一块儿拍照，就多理解女生的心情。他们可以拉着女生一起去海贼王，就是。拍完了。哇塞。OK， 走吧。怎么拍一张？4个人其实也可以拍。好，那。哎，我们到这里来，一边就没有风了。好，上去吧。其实差不多。来，我再往这蹲点。我看不到摄像头。你今天才来吗？你们来了很多天了。我们来了得有1个周了。不可能。真的，所以说我们很熟了。真的假的？真的，你看我真诚的小眼神。是觉得你们仨挺烧的。走吧。这个打卡完成。哎，我刚刚是怎么过来的来着？他们那边好像不太好，咱过去给扶他一下。走吧。你等一下，等我们扶你一下。没事。不是，我不用。哎呦我的妈呀，不用。不，你需要。小心。没事。我感觉他比咱们还那啥。你这里你要扶一下。好，扶你。谢谢，扶好。我先过，我扶着你。我先过，我扶着你。谢谢。硕晨对他这么主动，绅士，比较绅士。你小心，我的妈呀！等一下啊，来，踩这儿。来 ，Thank you， 谢谢。我发现硕晨还是暖。其实硕晨挺细腻的。谢谢。好，你过去。谢谢。你这样能过吧？走，终于可以回去了。等一下，我们
等一下我们等一下我们3个老年人。天哪！哎，你看寿辰，走慢一点，等下他俩呗。好，等一下，我走路比较耗尽了体力走，没电了呀！我觉得这个女生看起来活力满满。对，没关系，慢慢走。哇，这个矮了，怎么感觉比我们过来的时候大呢？出大问题。你们鞋子防不防水啊？我的是靴。阿牛啊！湿了！快走吧！啊，我的妈呀！石头，我们也湿了。算了，石头。跑过去。完了！你前面进水了吗？进了。等一下我们。你怎么了？等一下他需要把鞋脱了。哦，他把鞋脱了。我是羊，你还好吗？我在想我在干嘛？我为什么要跟他们来这儿？捕鱼回来了我，可以下海捕鱼。所以什么叫做半颗星的打卡地啊？哦，半颗星就是这里啊。这个就是半颗星。就是它退潮的时候，它是一个新的尖。啊，没事，我们拍了。现在拍吧。我感觉其他3个人就属于那种偏温柔可爱型的，然后这个女生就有点那种比较飒，然后有点偏男孩子气质的那种。哦，这是半颗星啊，是的，哇，真的，赶紧拍啊！3、2、1，可以，走吧。哎，我们在这再拍一个。一会儿我给你拍。啊！我为什么没有看到这个？啊，这个好看的。哇，这个感觉是好看的。哇，这个太绝了，这样真的绝了。尬住了，又是同样的，又是同款配方。毛毛没有什么想聊的。我感觉到他在努力的热场。我们这边我们所有人中有一个是热场王，我是其次，他是大王，我是小王。剩下几个全是闷着不说话的。一共就6个呀。嗯，就他们俩，就我们2个人。昨天就是其实我也不怎么爱说的人，但是遇到了更爱说的，遇强则强。没看出来，真没看出来。遇强，那个女孩是有多爱说呀！我的妈呀！潮汐能发电，活力满满。活力满满。哦，我应该自我介绍一下是吗？哦，对，正常自我介绍环节，你开始吧。我本名叫罗志阳，善死了。然后我叫毛人龙，人民的人，然后生肖的龙，对。毛人龙，毛人龙。罗志什么？罗志阳。罗志阳，毛人龙。还有什么昵称吗？叫我毛毛就行。毛毛，志阳毛毛。对。然后我叫杨硕成。杨硕成。我叫何雨欣，然后你们可以叫我什么小雨啊、小新啊，或者叫我团团都行。团团，然后我是学教育的，音乐教育。音乐教育是指？就像有美术教育啊什么的，就音乐教育就一样的。就是他要从学乐理，然后器乐、钢琴，然后会有这种课，还有比如说音乐历史都需要学吧。哇，好厉害！那唱歌肯定好听。来了，谢谢。不对，你还没有自我介绍哇
介绍了，掉线了。天哪！限量，我就会一直处于这种，就是状态外。对。罗志阳为什么这么逗啊？那我蛮想看蔡瑞对罗志阳进攻哎。蔡瑞说他是会主动表白的，我想看罗志阳是什么反应。他现在就是敌不动我不动，敌动我怕是也不动，第一顿他就跑了，敌动我就跑。本节目由专注氨基酸优化，希望给宝宝全世界的好的奥优能力多奶粉独家冠名播出。来喽，我们先到了。谁是长条桌？这个是长条吗？这个吗？应该是这儿吧？那就。这怎么做呀？永远的问题是怎么做？看看新人怎么做。几个位置啊？哦，他直接坐下了。还是没做。哦，和我做一个，行吧，我能坐边上吗？可以吧？这样子男生和女生分开坐。可以啊，你们坐那边。很在意这个。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像就学生时代的那种男孩子，38线。对，画清楚，我们男生跟男生，你们女生跟女生一起。咱们不是谈恋爱来了吗？咱们干什么来了？广志急死了，你们这群不会谈恋爱的人，放着我去多好呀！哎，你要是真去了，你觉得你能比他们强吗？不，可能也不能，我就是嘴比较厉害了，我去了可能比他们更怂。那我们就坐这边吧。行。你就坐这儿。哦，我坐在这儿。来了吗？听到声音了，来了。Hello。你好。Hello。他们说女孩子坐一块，男孩子坐一块。好。哎呀，真好呀，到齐了。我叫何雨欣，然后你们可以叫我随便小雨、小欣，或者叫我团团也可以。他们仨你都记住了吗？差不多吧，名字挺像的。聊得怎么样？还好，挺好。哇，他们真的一次次的尴尬啊，真的是，因为其实有同性在场，也会有点微妙。就是的。那你是现在方便问一下多大啊？我00的，00的啊，00的。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开吃，都饿了，大家。本节目由专注氨基酸优化，希望给宝宝全世界的好的奥优能力多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那我们回去呗，走吧，一起。走吧。突然多了7号呢。那我是不是要跟你们 say goodbye 了？对，走吧。购回购物。好累啊，应该要从小注重身体素质。就像奥优能力多奶粉，专注氨基酸优化技术，科学守护健康，从小就给宝宝打好基础。牡丹村今晚的特别活动即将开始。哦，还有特别活动。现在前往篝火广场等待吧。罗志阳现在两眼一黑，我刚想回来睡一会儿，你们又让我去篝火。哇，篝火广场。两眼一黑。
我们2个人先到的。咱俩坐哪儿？坐在，完了，坐位子怎么坐呢？求求了，加花坐也行，一男一女，一男一女加花坐。Hello 啊 Hello，找地儿坐吧，要不有点冷，站一会儿。这是有颜色要求的吗？没有，随便选。我坐边边。哎，看看蔡瑞坐在他旁边。嗨 ，Hello， 勇敢，给他个赞。我的介绍怎么给我这么远？啊，我坐这会不会不好？那我坐那好了。有啥不好的？有啥不好？你就送我吧。Hello， 我心疼蔡瑞，好不容易有鼓起勇气坐在他边上，他走了。我能理解罗志良，他只觉得自己如果一个人坐在其他女生之间，会有点太突出了，他不想当那个突出的人。现在请打开桌上的那个盒子。还记得到来之前你写给未来初恋的那封信吗？现在请从漂流瓶中取出这封信，跟大家一起围读和分享吧。哇，这个节奏，这有点猛哦！天哪，绝了！我想到会读信，但没想到如此公开。对我也是。开屏。我好紧张，我居然没有想到这封信是要读出来的。哦，天哪！好，读吧，开始吧。哎，我真的好不好意思读出我这封信呀。没事儿，没事儿，咱能平一点。哎，好紧张。紧张了。战术。我看不清啊，为什么？我忽然看不清。等一下，等一下，我这边弄一下。好了，开始了。兔来自快乐星球的你，我今年意识到自己已经，年龄奔3了，也想尝试一下爱情是什么味道。这封信也许会在表白日那天被开启，我会穿着红色的衣服出现在你的面前。我相信爱一个人是红色的，它是大胆的、失控的，也是热情的。我忘记再一次自我介绍了。嗨，你好，我叫杨硕晨。我是一个不太会说话，且一直等待你出现的男生。日常能说会道，但一遇到正经事就会语无伦次。我也是一个很没自信的人，而且过于理性敏感。也许我不是你第一个喜欢的人，但我希望我可以是当你遇到烦恼痛苦时第一个想到倾诉的人，遇到快乐开心有趣的事情时第一个想到分享的人。因为我有信心，有我在的生活，你的每天都平安喜乐。毕竟我是拥有快乐瀑布的 YSC 杨硕晨。我被硕晨感动了，我要站硕晨。就语无伦次了。你看雨欣就是非常炙热的眼神一直看着他。雨欣都接收到硕晨的话了。开封这封信的时候，可能跟我给大家的就是初印象可能不是一样，可能大家会觉得我是一个很话痨或者是很外向的一个人，但是实际上我是一个不是那么的，我觉得我是一个挺内向的一个人。可能我在刻意的去让自己成为一个受欢迎的人，或者怎么样的，然后希望去烘托气氛。然后我也是一个害怕大家能快速发现我的一些缺点啊，或者怎么样的，对，就是一个很没有自信的一个人，就，好吧，就很真诚。
我感觉我写的比较就是也是文绉绉。不知道这封信是否会被开启，阅读文字的又是谁？这时的我无法想象。在我看来，命运会是一条孤独的河流，我觉得只有灵魂相伴才能度过。希望能和你在午后的工作室里讨论遇到的瓶颈，在充满烟火气的破旧街道随便走走，一起吹着风扇看着电视发呆，深夜边吃着烧烤边打着游戏，平常而普通。但未来的事情是未来的，现在的我正享受着当下，也展望着未来的美好。所以无论结局如何，你都需要去接纳。当然你也别害怕留下什么遗憾，因为一切都如未打开的盒子，无可预料，你能好好享受当下就好。笑得好甜呐！灵魂相伴，才能够去趟过命运这条孤独的河。哎，这句话我真的没想到会是罗志祥写出来的。其实也不难猜，我觉得，因为他是一个画家嘛，这是很艺术的一种气息。我觉得就是罗志祥是相信爱情的，他是的，在这里面看上去很懒啥的。我总觉得他是在伪装自己，就给我的感觉是他没有把自己最真实的一面暴露给所有人去看。如果是在他喜欢那个女生面前单独相处的时候，对，可能会有，事先说一下，我信挺长的，然后我就慢慢念了。只有它是3页纸，你看。给那个我想不出肉麻名称的你，展信如晤，还望春夏秋冬皆安。不曾想过有一天会给你写信，我想先请你原谅我这般冒昧，贸然的提前写信给你，同时却又希望你务必读完这封信，因为这封信承载着西安腊月的刺骨寒风，在这个未曾遇见你的冬天，跨越了时空的界限来到你手中。说起来，在我起草这封信的时候，我还设想过称呼你为亲爱的，或者说我的爱人，我的亲亲。可偏偏在这个时候，我竟然不知道该从何下笔了。所以先念一首诗吧，可以吗？今天我感到非常烦闷，我想念你。我想起夜幕降临的时候，和你踏着星光走去；想起了灯光照着树叶的时候，踏着婆娑的灯影走去；想起了欲语又塞的时候，和你在一起。你是我的战友，因此我想念你。你看，人家写情书的称谓是战友，再回头看我的称谓，算了吧。但我依旧不觉得美。王小波也没当过兵，哪来的想念？可我还挺喜欢王小波的，他喜欢写爱，写他认为的这是宇宙间的浪漫。其实我挺羡慕他的，人长得不好看，但遇到的却是爱他灵魂的人。你呢？你是爱我的皮相，还是我藏于深处的灵魂呢？又想起不知哪位作家说的话，亦或是我自己杂糅出来的一句：在我们的一生，遇到爱，遇到陪伴都不稀罕，稀罕的是遇到了解。你若看到过，或者愿意替我去查一查后再告诉我，那我还是很感动的。至少说你到底是咬紧牙关看到了这个地方。不过你要是乐意听故事，我也愿意再讲讲。他俩在萨瑞索塔的海滩上捡海螺，在迪士尼乐园里疯得像个孩子。他们很幸运遇到了对方的了解，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咱们不用跑很远，就在泥沙里翻找些田螺，在公园里面对面骑一下跷跷板，玩累了就聊聊天，饿了就啃面包，渴了就喝自来水，困了就睡长椅。重要的是和你。没去想过和你遇见那天是什么天气，不过你觉得是遇见那天重要，还是在一起那天重要？还是看你什么时候收到这封信吧，到时候再来仔细问你。不需要别的啰嗦言语了，一句话就已经足够。你好，很好。书难尽意，容于后续，当面续。毛毛。哇，这才是真的文绉绉哇，真的会写，还挺令人牙酸的，因为我也没有想过会当众读出来啊。还是希望就是说真的能碰到一个自己互相了解的人吧，不需要什么山盟海誓，也不需要什么约定俗成的天长地久，一句喜欢，一句我爱你之类的，就其实很满足了，大家就不要要求太多嘛。沈老师眼圈都红了，感觉。没有，我就觉得其实，给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年头好像都没有浪漫，
其实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给自己浪漫的机会，所以我经常讲我自己看00后，我有的时候经常会感动，就你不要被他那个吊儿郎当的外表、躺平的这种言语给迷惑了，实际上他们可认真了。其实他们也在等待一个机会去证明自己。对，你得要一个推动力，他们就觉得哎有理由了，可以去做这些事情，就能做得很好。是的，我们来看看女生们的信。然后我的信没有前面那几个男生写的那么的粉红泡泡，就是我的信写的很轻松。来吧，开始。Hello， 你好呀，我的 Dream 先生，你现在在哪儿？为什么还不来找我？生气。不知道你现在在干嘛？是不是也在想去哪儿能遇到我呢？我想我们很快就能见面了。你知道吗？在还未遇见你的日子里，我多次幻想过你的样子。阳光的、霸道的、温柔的、委屈的，你出现在我所有需要你的情景里。有时候我也会想，等待你来到我身边的日子真的太漫长了。你走到哪儿了？我好想你。可是我也知道，爱情不能用进度条加载，也没有试玩 demo。好吧，那我原谅你的迟到，你慢慢来，我不着急。在这个爱意泛滥的时代，我确实还是想慢慢来。我不认为20几岁还单身是丢人的事情，反而这很酷啊！因为我明确知道，我要的爱情不是便利店的快餐，我的爱很贵，希望你也是。不要担心，前面的20几年我都过得很幸福，希望遇见我之前的你也是一样开心的，不论在哪，不论和谁。不过偶尔不幸运也没关系，毕竟你的幸运女神我马上就要来到你的身边了。没了。哇！然后我想说的其实都在信里了，剩下的咱们到时候单独聊。好的，我写的也挺轻松的。我的信是人生的第一封 love letter。初恋先生你好，我是 F 班括号不是的许文婷。在我写信的这一刻，你一定还不知道我。不过以后喜欢着你的我一定紧张的连话都不会说了。所以我现在还是有义务出卖一些他的小心思的。首先呢，他真的很倒霉，长这么大也没真正喜欢上过谁。但他也很任性，宁愿单身也不会将就的。所以很感谢你的出现，让他第一次知道喜欢一个人的感觉。我想你一定是很好很好的人，就是挺爱迟到的。他还想看看你的世界，然后紧握着你的手走进2个人的剧目。世界真的太大了，一生也很长很长，总会有许多辛苦的瞬间。但是我相信，如果是你们的话，遇到再困难的事情，也可以开开心心的笑成2个小傻子。好苛刻，接收了。最后呢，感谢初恋之神，让我遇见了你。如果可以的话，要给初恋之神写一生的信。我的观念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希望2个人可以是那种背对背作战的战友，然后可以把后背留给彼此。战友不是那个毛毛的词汇吗？并且同时也是就是笑点很一致，然后2个人在一起都可以开开心心的面对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所以我就想写这封信。对，那我读一下我的信。致未来的你，你是什么样子的？我一直感到很好奇。你是矜持的、热烈的、沉静的，还是疏离的？但我随便猜测，你大概率有着温柔的目光和坚定的心。世界原本只有一个我在独自行走，现在多了一位爱人。未来有一天，我们也许会朝着不同的方向前进，但步伐会一样的坚定。用一句诗来形容，那大概是仿佛永远相离，又仿佛终身相依。亲爱的未来先生，你好，见字如面，终于等到你啦，哈哈，终于。我曾经无数次的幻想过你的样子、你的声音、你的品德、你的性格，我好怕我哭，但最后得到的却都是一团迷云。再来简单的介绍一下我自己吧。何雨欣，女，22岁，金牛座，湖南人，喜欢唱歌，
喜欢，不好意思，我特别喜欢哭。好感性啊，好炙热呀，很渴望。喜欢吃辣，喜欢吃甜，喜欢自娱自乐，很喜欢你。你不会害羞了吧？那可不行，你要习惯我毫无保留的爱意。我要每天说10000遍爱你，用我的眼睛、我的嘴巴、我的毛孔、我的气息，用我浑身上下的每一个细胞去宣泄我爱你。虽然我还没有谈过恋爱，但在我丰盈的大脑里，关于爱情的那一点相对贫瘠的区域，它还是告诉我，在爱情里我们是相互的，你不需要一直充当强势的那一方，在你勇敢奋不顾身地保护我的时候，我也会同样勇敢奋不顾身地保护你。说的差不多了，亲爱的未来先生，不知道你此时是不是也像我期待着你一样，期待着我的到来呢？愿早日相见，也愿我们的结合能够给世间带来更多的温暖和光亮。你的迟到小姐。炙热呀！其实他们每一个人对爱情都是很憧憬的，都是觉得很美好的一件事情。好感性啊！还好我没有去，不然我只会写我要结婚。听完之后，你对谁的，无论是男生女生，你觉得自己比较受打动的？那肯定是文绉绉的毛老师，我觉得他很有那种就是情怀吧，就是会写一个非常那个正式的话语，告诉你我有多么喜欢你。我觉得就是文字的力量是很有魅力的，被才华打动了。但是真的，我觉得毛毛是一个内心情感非常丰沛，要溢出来了他才不谈恋爱。他需要一个能够接得住他的这个情感的人。对。刚刚是有哪个女生她有聊到，比如说她对于一直单身这件事儿，然后她也会讲到说，我并没有觉得我20多岁一直单身啊是一件就是丢脸的事儿。我不好意思提这个事儿，我脸皮薄，我是就是不太好意思在人群中说，哎，我25了还没有谈过恋爱，不是因为我自己认为它难以启齿，是我接受到的来自外部的因素并不是友好的，就是他们对我的这个没有谈过恋爱这个行为，并不是一个正向的评价，他们会觉得你这个人有问题啊，或者同情的眼光看着你，那个同情眼光有的时候我们也不喜欢。对。就沈老师，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可能也会在讲说，一定要找到一个灵魂伴侣啊，您怎么去看这个定义？就很多人都提到了灵魂伴侣，但是呢，你有的时候遇到那个感觉很理解我的那个人，很可能他是向下兼容的，所以你会发现有的时候追求灵魂伴侣的人，常常会就我喜欢的人，他怎么就永远不喜欢我？是因为那个人一直在向下兼容，可是他要找的灵魂伴侣是跟他一个层次的，甚至要比他高一点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到后面反倒会难要求灵魂伴侣。我们今天在现场也来感受感受这些文字的力量，好不好？因为由我们的官微和微博综艺一起发起的给初恋的一封信活动正在微博进行当中，所以截止到现在为止，我们也收到了很多网友的来信，然后我们先展开看一看，可以摘几句让你觉得很打动你的。我觉得他这一段都在很打动我。浩然你好，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想给你写信，可能就是因为前2天刚知道我们以前常去的那家火锅店要拆了，我突然就很想问问你，这几年在国外过得好吗？还记得以前我和你去火锅店，你一连点了20几个鹌鹑蛋，骂你浪费，还反驳我说不是你爱吃吗？现在想想还是觉得好笑，不过还是谢谢你，愿意记得我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后来就再也没有人像你这样对我了。你呢？有遇到新的喜欢的人吗？很难想象现在的我们再见面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应该都有成为更好的自己。虽然你也不一定能看到，但还是想在这里和你说一句祝你幸福。我也要去追求更好的幸福了，小麦。虽然不能够给未来的初恋写信，但是可以写给未来的宝宝，就像奥优能力多，专注氨基酸优化，更多营养好吸收，让宝宝幸福快乐的成长。走吧，回去吧。走吧。
楼下还有吃的，要去看看吗？楼底下。走。吃绿豆饼吗，朋友们？还有小蛋糕，耶！吃饱了吗？今天晚上？没有。没有。咋吃饱呀？咱们晚上在这儿每天开小会，好不好？好啊。怎么着？我来做会议纪要。今天挂灯我都不知道怎么挂。今天晚上就没有跟什么接触啊，感觉。笑而不语。那我问一点犀利的，来，我还能有什么那么犀利的？我这情感经历这么空白。哎，我问你，喜欢温柔的男生还是可爱的男生？更看重哪一点？温柔和可爱，温柔。肯定是温柔。那你一般喜欢的人，他是那种就是主动型的吗？还是说被动型？挺主动的，挺主动的。就你比较喜欢主动型的是吗？对，因为我也很被动。我觉得我大概知道他的是谁了，温柔主动。什么东西？就是他喜欢的类型。谁呀？你先说是不是真的有，或者说偏向，就是偏好。对，偏向而已，就谈不到喜欢，就是我在这里确实有偏向，对，就是温柔主动啊，但他好像不是特别温柔主动，哎，也不一定啊。我想到是谁了，你这样说我就更知道了。我怎么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啊。等一下，我懵了。就是温柔主动，但是又没有特别温柔，就是这个指向性，我觉得就挺明确的。哎呀妈，他把我这个局外人都聊懵了。我觉得就是毛毛不会变吧？那应该不会变。为什么都在？不行，不能猜，就不猜了，不猜了，等下猜错了就很失望。就是，反正不一定。哎呀，这个再纠结这个没有意义，下一趴。行吧，行吧，行吧。女生一般在这个时候都会坐下来互相聊一聊吗？女生会。他们现在不好意思说，是怕说中了同一个人会很尴尬。而且说中了那个人，万一没喜欢我，那不是更尴尬？更尴尬了。你喜欢男生什么样的？就大概是，就理工男。理工男，对啊，比较闷一点的吗？对啊，是不是因为你的性格就是比较还挺？对，一个 get， 对。好吧，你也喜欢吗 ？No， 他虽然说的很开朗，但他不喜欢。对，我会憋死的。那个，你现在比较在意的男生的身上哪个特质最吸引你？就是现有的特质。现有的。这句话很重要。你要是说翟潇闻就不行了。有原则。不，就是这里的人。是。啊，这里你就看出来他有没有原则了。看得出来，很明显。很明显。怎么这几个原则我今天一个都没看到呢？可能你没有仔细观察。没事，就到这儿吧。好，就到这儿。你能接受的年龄层是什么？就上下多少岁吧？上5岁，不下。就是如果那个人真的特别的让我心动，特别的让我心动的话，可能能接受3岁，下3岁，下3岁，不能再小。就是这得是极特别的个例是下3岁。OK。反正我觉得，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就愿意在一段关系里面去教对方一件事情，还是希望对方来 lead 你？我都行的，你都行，你也可以教他。对。我完全不能接受。你完全不能接受，他要 lead 你。就是我不能接受我来栽树后人乘凉这种事情。我只是单纯觉得一个弟弟，他一定不会跟一个姐姐在一起的。就是因为我觉得本来男孩就比女孩成熟的晚，然后我还是个孩子呢。如果他还比我还要孩子，需要我来照顾，那谁来照顾我呢？我觉得你是一个就是那种
那个是好的自尊，就是很强的、比较自信的那种，你就觉得自己值得最好的那种感觉，对吧？话是这样说没错，对，我觉得这样很好。就是昨天不是说有一个男生特别喜欢吃喜欢的人吃剩的食物，觉得很浪漫吗？然后就我呢，怎么了？我也是。然后我呢，就是等一下，是我们这里的男生吗？对哦，继续吧。然后我呢，就是在我看来觉得特别浪漫的一件事儿，就是喜欢的人吃我吃剩的东西。因为这件事儿我经历过，就是那个男生很自然的就把我吃不了的东西拿过去吃掉了，这个还挺亲密的。然后当时我的内心就一直在爆炸，就是放烟花。但是你不觉得这种行为就真的很对，就是完全已经越矩了。对，像爸爸会对妈妈做的事情。对，而且当时真的自然到给我一种我俩已经在一起了的错觉。太会了。对，太会了。他好会。反正我真的是玩了挺久的。他是不是就都挺会的？不止这一次。不是，这很长一段时间指的是我现在其中就吃了一次，但是陷了挺久。对，就是那段时间我就反复自我怀疑和自我疑问，就是疑问他到底对我是什么感觉。但后来就很明显他是对我没有意思的，因为后来我们也没怎么联系了。他会错意了，但会错意这件事在感情里太可怕了。对。几点了，宝贝们？我今天21，一会儿回去。走吧 ，Go。拜拜，拜拜，拜，晚安。朋友们，其实刚刚女生问的夜聊很有意思，我想先请问一下在座的各位，你们能接受姐弟恋的举手。怎么回事？你怎么跟票啊？不是，因为我在思考。能接受姐弟恋女生？我曾经不能。你为什么转变了？人的不同吧，可能就这个人对了，什么条件都不是条件了。主要是让我还是可以有做女孩的一面的，就是小女孩。就是我觉得其实姐弟恋这三个字一说出来，可能又会出现一种新的刻板印象，就大家会觉得，哎呀，就是女生一定会是要当妈妈了，男孩一定是不懂事，什么都不懂，需要有女生来教。其实不一定是这样的，就男生也可以很负责任，很成熟。你这时候是心理年龄和你实际的生理年龄它不匹配的。是的，我觉得还是要相处，要了解。就你自己觉得你把一个男孩教育的好像你教会他怎么恋爱了，他去跟别人好。可是女生的成长不也是通过之前的恋爱的关系成长起来的吗？如果说年龄有差距，一定是年长的教导我觉得这个关系给他定义的太狭隘了。所以我觉得姐弟恋跟恋爱经历有关，而不是跟年龄有关。猫咪过来了。喵，你吃，不打扰你，好吧？来吃吧，我走了。明天给你买猫粮吃，好不好？喵喵。哦，小猫咪，哎呀，真可爱，善良啊，爱心。猜心团的各位成员，接下来要进入我们今天的猜心时刻，同时也是我们的奥优能力多守护时刻。我们给大家的规则是，待会儿我们几位成员要从桌上我们的奥优能力多的奶罐当中来抽取一个人物，大家需要预测这个对应人物的心意表达结果。我们从上一次猜对的4位先开始选。我先来吧，那就。好。你真是曹烨，我运气太好了，许文婷。可好猜了。我这送分题，我是送分题了。啊，对啊，
毛太好猜了。毛毛，我们让没难度的人再抽一个吧，看能不能抽出一个有难度的来。哇，太难了。你这也很好猜啊，不挂。啊，对他应该是不挂，他是没有心动感觉。我就动手了，我直接就动手了，我也不客气了。我先把许文婷挂上吧，我就直接把他俩粘上就行。对，你也帮我粘了吧。我这更是送分题。你们都是送分题。蔡瑞，你觉得蔡瑞今天没有变是吧？他一定不变，他一定是不变的。我觉得我这个也是送分题。我拿的我是杨硕成。但是他今天可能会不挂哦。还是应该是他勇敢一点，让他挂一下吧。我会选择让他挂起来。雨欣，我听大家的。他会挂的。雨欣是那个呀，杨硕成是吧？硕成呀。啊。因为第一天我们可以用排除法。对，因为第一天他没有任何男生对他有好感，感觉是后来的。对，然后这个男生是比较主动的去给他一些关注的。对，他哪怕不是喜欢的，就是好感，我觉得他也会选。那我觉得他不会挂。哎呀，看我们今天能够对几对啊！你还在纠结什么？你有什么好纠结的呢？硕成也纠结了。他们比我们纠结多了，我们都觉得很干脆。曹烨今天会挂，曹烨今天肯定会挂。我感觉他不会挂。蔡瑞很坚定。好可爱！哇，这一对对了，我是对的吧？你是对的，没错。哇，我太厉害了。直接躺平。罗志阳没有选，罗志阳这个不意外，这个不意外。曹烨还没选呢。曹烨选不选？选。哇，曹烨倒是很好奇。选。天啊，最自信的姑娘怎么这么纠结因为她纯被动啊，她老说自己纯被动，纠结死了，就写个风铃还纠结。就是啊，你就人家又看不到。但我跟你讲，这个仪式感，写名字这个事情，其实是特别对于自己来说挺仪式感的一件事儿。曹烨最后没有心动那个。我说什么？是不是？我太厉害了。不过从他们这么纠结，我们就大概能判断，其实他们自己都没有拿定主意。哦，到。哦，妈妈。哎呀，不用想了，肯定还是毛毛了。他的这个表情，写妈妈。哦，他没写。我们保底的都没有了。毛茸茸也没有心动啊，毛茸茸也没有。
哦，所以我跟你说，初恋人难猜吧？我还说要把他俩锁起来。对，我们还说以后到他俩的时候就直接放就好了。对，我想知道他们为什么对彼此的心意没了，因为他们今天虽然没互动，但也没减分吧？嗯。关于这个结果预测，这个应该是一个让我们最大跌眼镜的。是的。我在感情的处理方面，我确实是一个比较被动，而且又比较害羞的人。我的害羞就体现在，如果说当下我没有接收到信号的话，其实我就会退缩，我不会再继续往前冲了。今天挂灯我都不知道怎么挂，今天晚上就没有跟什么接触啊。基本上到现在都是同性在一起玩，大家都社恐，说实话真的都社恐，大家现在真的好像都没有体现出什么信号。硕成是吧？嗯。啊，他要写。他如果写了，他肯定还写，我可太喜欢他肯定还写他呀，他不会变的。他肯定还写曹烨吧？我咋觉得笔画不太像呢？他挺执着的。啊，还要看。那叶子不会写，何雨欣啊，不会吧？何雨欣不需要看吧？我觉得就是曹。啊，何雨欣啊！我终于知道他为什么谈不了恋爱了。等会儿，他写了。你看，杨硕成，哎，他们俩双向嘞。我的判断是对的，你看。我是没谈过恋爱的人，我这不是。所以你懂他们，对，我知道了这个逻辑。广志以后我都听你的，你懂他们，你比我们都懂他们。为了这道题，我准备了25年，没有谈恋爱，还不相信我。怎么没有苹果？我只有一撮葡萄，拿个香蕉，就这样吧。啊，回去吧。拿来水果吃。来到何雨欣的7号房。呀哈！哇，这么巧，你知道我要过来。然后吃这个香蕉还有葡萄吗？我刚才去拿的。都行，拿香蕉吧，谢谢。你说不吃尝尝葡萄？嗯，拜拜。拜拜。拜拜。哎，我今儿先很明确的让你知道一下，我对你有好感哟。嗯。让他多。嗯。嗯。不要 emo 啦！不要 emo 啦！不要 emo！不要 emo！怎么了？非常 emo，现在。怎么呢？就是你想，大家都是陌生的，就没有，就感觉还没有到那种可沟通的那种范围，就很想走，但是我又觉得不行啊，你走了怎么可以呢？对吧？我就觉得大家都是非常好的人，我觉得我很糟糕。其他4个人明明在那里坐着，这个男生他就坐在旁边，一言不发，整个脸垮在那儿，然后没什么目标，一头雾水。他为什么就能那么能量满满的和大家交流？为什么我就不能？不是啊，但是大家对你评价都很好啊。
可能对我而言还是有点太快，有可能，但是还是得要尝试，要面对才行。就逃避不是一个最终的答案。哎，人家的恋综是不是那种预测不会像我们错这么多啊？我也确实是没见过错这么多的，错的好离谱。人家就是预测都很准，我们6个是不是预测的太不准了？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一直发现，就我们能预测后面的发展，但我们永远预测不了开始。这是爱情特别神奇的地方，因为爱情的开始就不能预测嘛。但我们得为自己的失败找点理由。确实。就是我们最后对于预测结果的如此高的失败率，再一次验证了爱情这件事真的无法预判，无法预判，捉摸不透。对，谢谢我们的猜心团的各位成员，今天非常精彩的表现，就是人都错成这样，非常精彩的胡说八道。下期我们再接再厉，好不好？好，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牡丹村的男生们将迎来牡丹村的恋爱体验日，非常惊喜，有点害羞。Hello， 我穿一个，你有想到是我吗？所以我这个是被剩下的，难受。哎呀，你别哭，别哭，别哭，哎呀，我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哎呦喂！别哭了。我们一会儿去逛超市打算。对对，就是逛超市。哦，他有个要求是日常出行必须是双进双出。那咱俩得把他们3个叫2个女生走啊，不然我们俩也出不去。也是，给再叫2个。团团走了吗？团团，我还没去问呢。问一下文婷，她走了没吧？哦，那你去找这边，我去找团团。前台见啊。行。一起去超市吗？我不去。不去 ，OK。谢谢，拜拜。我会聆听浪花，让风吹过头发，有些想念。Hello， 你去吗？我可以，但是我开着吧。待会前台见。行。Hello。你知道今天出门的规则吗？我知道，就是要女生和男生一起。对。其他女生要不叫一下？文婷。文婷。等一会儿吧。哦，对。Hello。哎，来了，刚好。Hello。我知道你们还在等我。哎呀，坐一会儿吧。名场面来了，3男2女，出问题。我们4个人走吧。你要不再去问一下团团？
你们去吧，你们去吧。我想宅着，我回去听刑法了，再见。走吧。那如果是我们4个人的话，就能1辆车。对啊，你们4个就可以1辆车。你真的要留守在这里？我给你们守家。你有一点点的惨。我真的没有，你跟人一起去吧，毛毛。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待着吧，你去吧。我待着，没事儿。再见，兄弟们。我目送你们离开。哦，你们2个女生坐后面可以吗？钻进去，你们要。打扰了。好，谢谢。上课加油，拜拜。不要伤心，我们很快回来。我心已经碎掉了。走了，慢点，慢点，慢点。拜拜，辛苦你了，注意安全。一个人去吃饭逛街，跟自己玩还有失眠。如果快乐能被识破就好了。我总是一个人，从午夜到清晨，我总是一个人，被全世界单身。感谢独家冠名奥优能力多，感谢官方座驾上汽大众0度 L， 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感谢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合作媒体微博情感，感谢战略合作伙伴微信搜一搜，感谢深度合作平台旅行青蛙中国之旅，感谢深度互动合作伙伴自由幻想手游。你的热爱正在热播。